好，国民党副主席纪凌莲昨天在国民党中常会呢轰韩国瑜，这个卖党求荣哦。那韩国瑜呢，知道消息后呢，就在脸书写一个“老牛自知夕阳晚，沉默无声自奋蹄”。我这一生所作所为，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职责，无愧于党，无愧于心。那这个在脸上 PO 了这个，在脸上 PO 了这个以后呢，郑丽文赶快去说感谢韩院长辛苦了啊。那另外呢，郑丽文呢打电话给韩国瑜说来电化解，韩国瑜就说是来打电话来开除我的吗？韩国瑜还蛮幽默的哈。好，那么其实我觉得郑丽文你光你的副主席你的副主席今天立法院长是现在，因为国民党现在是在野党，没有行政职位嘛，地方县市长不算，在中央最高的位置就是立法院长。你要开除他党籍，他就变成说就没有立委资格了，就跟李珍秀一样。然后呢，没有立委资格以后呢，他立法院长也没有了，就这么简单。那纪凌莲是国民党副主席，是你郑丽文主席，你提拔他的，选他的，因为他在你选党主席的时候大力支持你。那今天你发一个文给韩国瑜说感谢韩院长辛苦，就算了，可以这样子在大街上骂人，在小巷子道歉，就这个意思嘛，对不对？所以我建议郑丽文，如果你真的有诚意，如果你觉得他这个纪凌莲讲的不对，重开除他党籍，你说那太严重了，轻拔掉副主席，这是合理啊。你反正国民党那么多副主席嘛，对不对？还有4个、还5个、还6个，对不对？没有了，少一个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啊，少掉一个副主席就是了。而且你这样才是真正的表示替向韩国瑜道歉嘛，否则光你是讲的废话吗？感谢韩院长辛苦，这跟纪凌莲说韩国瑜卖党求荣，对不对？要建议开除他党籍，这有什么关联呢？当然你不做也可以，就没诚意嘛。如果你真有诚意，就要照我这样讲的，才有点诚意了。韩国瑜才会觉得是真的，副主席犯错了，对不对？那主席至少让他不当副主席，就是这样子，好吧？那这个韩国瑜被说要开除，那这个做事的人许元荣这次也通过初选呢，被提名松山信义的市议员，他质疑背后是有操作的。他说没有一个数字是院长提的，对，韩国瑜并没有提数字，我也注意，他没有说多少钱，他并没有提出，只是说协商再协商。那为什么会到叛党叛国呢？院长说永远是各党的共识，请大家这个回去凝聚然后就急着给韩国瑜戴帽子，所谓何来？就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你到底要干嘛？你纪凌莲已经有人在讲了，是不是要除掉韩国瑜2028年不能选总统？因为大家认为说韩国瑜还是有机会嘛，对不对？这个卢秀燕可能有机会，韩国瑜可能有机会，有不同人有机会，是不是这个时候就趁机把这个韩国瑜除掉，开除党籍还能当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吗？所以呢，韩国瑜的办公室主任许元荣是一个非常温和的、非常老实。我告诉你。因为他要参加国民党的那个初选，因为他太认真，我们认识他太久，知道太好了。我2次请他上战情室，他都拒绝。你告诉我有哪一个候选人要参加初选会拒绝我请他上战情室？他拒绝，因为他说他现在是韩国瑜办公室主任，等于是有一点公务员的味道，有一点公务员的味道，所以不适合上电视。这样的人呢，我真的，我当时我就想说，你怎么会有这样子？好。你都要参加议员的初选呢，不当这办公室主任又怎样呢？就冲一下吗？虽然他后来虽然加权呢，他只赢对手1%，但是还是提名，还是通过初选。他都来发文质疑操作背后，他不是一般很容易就疑神疑鬼，他不是就攻击他没有的。你从听过他去骂谁没有？他都在怀疑说你背后操作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你要干嘛把韩国瑜干掉？那好，那严乃金他昨天立刻就这个好像我不知道是开记者还是发新闻稿，说这是纪凌莲个人的想法，不代表国民党的立场。这是中常会之后的记者会，记者会问的问题，对，记者问你们说到底为什么？对。那另外呢，好，现在呢，这个
黄阳明是什么？这个波基了哈。他说，2007年的时候，基连连曾经为李文忠站台辅选，哦，那所以我看到还有另外网友是叫 James， 也就讲说，纪连连说是倒戈将军变色龙，这不是我讲的，是网络上这样说。他这样说，他说陈水扁时代，纪连连是货真价实的扁系将领，4年之内，陈水扁从中将给他升到2级上将，联勤总司令，而且在2008年立委选举期间，以现役2级上将之尊，亲自穿便服替李文忠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站台助选，被媒体当场拍到，引发轩然大波，所以呢，被国防部长李天宇把他记过2次，所以呢，这个网络上说他是绿色将军。当然，当时恐怕没有人会异议，你帮李文忠，而且陈水扁从中将给你连升到2级上将，而且呢，你还穿便服去助选，还被记了2个过。你看，你对民进党也算是很效忠了。然后呢，2021年朱立伦接国民党主席，然后他摇身一变，又变成黄复兴党部主委，原来的亲绿将领变成深蓝的统派操盘手旗手，而且还亲自到统促党的活动，在5星旗摇曳的舞台，在台上致意，所以呢，这个还公开这个呼吁这个将领们不要出席这个政府主办的黄埔建校100年校庆，那所以他是正统又变成正统黄埔了，然后呢，到了这个后来这个后期，他又对韩国瑜推崇备至，说韩国瑜家父兄都是基层军人出身，是黄复兴的骄傲。然后呢，现在突然又说黄复兴呢不要卖党求荣，很多人说他说他不要，就是指控韩国瑜卖党求荣的意思嘛。你没有事会讲说你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对不对？而且还建议开除他党籍所以被人网络上这样讲他了那另外呢，这个他的小档案我们就不讲了，刚刚讲过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而且他昨天还要教训徐巧芯，所以你选举的时候黄复兴都帮你。现在这些国民党立委是蛮惨的，心里气不敢讲，为什么？因为他也真的怕黄复兴票是还是有好几万票在那个地方那你所以我早上开记者我说你纪连连可以挟黄复兴自重吗？黄复兴是你的票你要给谁就给谁可以这样子干吗？所以呢，这个粉专就说那建议先把你开除了。昨天我就讲开除谁？他要举例证明告诉我这个韩国瑜什么地方卖党求荣。你这样指控个立法院长，你国民党里面现在政治职位最高的立法院长，你说他卖党求荣，他什么地方卖党求荣？他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用多少价钱，韩国瑜把国民党卖了？然后他求了什么荣？这个荣是怎样？是当总统、当行政院长，他求了什么荣？你讲清楚你讲不清楚，你就要负责嘛。你可以这样随便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这样随便乱讲，那他今天后来又改口了，说韩国瑜在立法院调和顶奶，必不负国人的期望。我们看一下，打死我都不会相信国瑜兄会做出卖党求荣的事。为何突然点名立法院长韩国瑜、国民党副主席纪连连29号中常会上破例畅谈军购议题？如果有这个事，黄复兴必然挺身而出，大义灭亲，建请开除国瑜兄的党籍。讲到要建请开除韩国瑜，此时党团总召傅昆萁的表情很不对劲，随即出手试图喊停。期盼的只有2分钟，对不起，谢谢我的发言，谢谢。请徐巧芯千万三思，不要做出轻痛仇快的事情。搬出党纪要挟韩国瑜、纪连连，再点名立委徐巧芯语毕，无人拍手，全场安静，一致支持我们副总召的版本，谢谢各位。季副主席比较这个感情丰沛一点蓝营要挺8000亿，还是党版的3800亿加 N？29号经过党团大会，依旧分歧。因为立法院的事情就立法院来做决定，
并没有任何谁打电话给谁。我们最强调在党团里面，那立法委员们，我们经历过这么多事情，团结始终是我们大家共同所最在乎的。一切只有团结。对于近连的谆谆教诲，徐小新回应绝对不会做出牵痛仇快的事，一定遵守党团决议行事，请季副主席放心。开除你党籍差不多，开除谁党籍啊？季立年如果要开除韩国瑜党籍，我这边公开宣布，先开除我赵少康党籍，莫名其妙。我想大家都很需要韩院长，而且韩院长他也没有参与党团的运作。党内忧心忡忡，只怕被解读是蓝营斗胆。作为军系山头，话说的这么重，覆水难收。郑丽文主席替他缓颊了，说他感情丰富，感情丰富这样乱骂人啊？这叫感情丰富啊？这叫做胡言乱语。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季立年昨天因为呢说要开除韩国瑜党籍哈，所以当年他的提拔他的陈水扁感叹，所以不知道他变了这么多，蓝绿都觉得他变很多就是了啊。那另外呢，因为军购哦，所以呢国民党中央连夜固庄，要力保国民党的党版，就是他那个3800亿加 N 啊。那而且呢，这个季立年也是继黄复兴所要约束立法委员。要不要黄复兴的票？哦，而且呢，这个党团大会前，神佛都出动，地方党部主委啊，什么都出动，要立委呢选边站啊。那另外呢，因为他被骂是挟黄复兴自重，要逼迫国民党委员对国民党版的这个军购条例案这个就范。那徐小新昨天被他点名骂，徐小新说啊，我最后会团结了，哦，会团结了啊。那另外呢，季立年说要开除韩国瑜党籍，台中的立委黄建豪就说，国民党委员在第一线，就为了这个军购案在努力，党中央在背后捅刀哦。那另外呢，这个因为昨天他们统计说有党团大会有超过19个国民党委员是挺8000亿的军购的。哦，他们担心，如果你现在不挺，会影响到2026。如果到时候真的通过党版3800亿，年底就不用选了。哦，年底本来对国民党就是个硬仗，好几个县市其实都很辛苦的，尤其是国民党的立委想选县市长，更是忧心忡忡。哦，因为什么？因为民进党很厉害了，就是说国民党亲中，这个亲中这帽子一戴啊，30%票，民进党什么都不用做，坐在那边就可以白花花的收30%的票。但是票不够啊，赖清德只拿了40%嘛，票还是不够啊。那中间的选民，如果再把你打成反美，中间选民，当然中间选民有一部分也是亲中的，但是呢，可能对美国有好感的比较多，因为我们跟美国70、80年的这个在台湾也将近70几年的这个交情，最早还有美军基地啊、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如果说你又被打成亲中，又被打成反美，你就很难选，你声嘶力竭，讲死也很难选，哦，所以他们就很担心，如果到时候通过这个3800亿就不用选了，哦，而且说实话，这个3800亿是个什么东西？谁搞出了3800亿加 N 的？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是智库吗？哪一个伟大人这个提出来的？那个 N 是个什么？而且在军购条例，就它有个条例，特别预算的条例里面看不到这个 N 啊。你说你好把3800放在 N 里面也没有啊，只有在第8条说你下次再送新的发价出来，我再重新送预算出来，那不是浪费时间吗？多此一举吗？为什么不一次就解决这个事情呢？对不对？像昨天有讲，你国民党真的有本事，你就通通1毛都不通过也可以，你大概也有30%人支持你，25%起码，我就是不要，我台海就是要和平，美国买武器是没用的，对抗不了，浪费钱也可以。你又说只要他发价出来我就通过。那既然发就在通过，第1次我也通过，第2次我也通过，这副国庆还讲说，就算上照我也通过。那你不很奇怪吗？哦，那你到底是要干嘛呢？好，赖清德说希望通过不打折扣的国防，他的意思说他的1兆2500亿不希望能够打折，但是现在看起来民进党党团其实都是比较有弹性的，哦，那 AIT 也出动了。说呢，这个特别条例能够让台湾未来几年
有效的投射威慑，希望能够紧速行动。好，我们看一下。徐巧芯高喊团结，但党中央真的要团结吗？蓝营党团大会上对军购3800亿加恩或8000亿依旧没有共识，但事实上，党中央前一晚积极固装3800亿版本，朱立伦、赵少康以及青壮派立委也各自会商沟通。如今纪联副主席一句开除韩国瑜党籍，让蓝委大炸锅。纪副主席作为一个副主席，他应该要为他的言论道歉。那如果党中央在背后捅刀，党中央在背后没有支持我们立法院党团的问政，我想会让所有立法委员感到寒心。我不知道为什么纪副主席发那么大的脾气啊！昨天党团大会里面，其实支持8000亿的委员，这个人数也相当多。党团大会上要选县市首长的立委也表达清楚选区选民立场，盼军购尽速处理。选云林的庄将军发文，韩院长真的委屈了。江启臣也说，韩院长以民为本，毋庸置疑。关于纪副主席的这个发言啊，我想他是有点过头了。想我们都是站在，不管是万安、启臣，还是我们卢市长，还有包括以前的朱主席，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的韩院长，我们都是站在一起支持我们的国防的预算。这段话没点到谁，耐人寻味。眼下蓝委群起发生，这党团版军购6号协商前将再开会讨论。应该在下周，本党还会再继续在党团里面开启会议，来去获得共识，以力推动下一次军购协商时，我们会比较有一个明确的进展跟共识。随着纪立联这一呼，眼下似乎多数蓝委支持的8000亿版本，看来找到解套机会。美玲。我以为是要先叫文传会出位，你官比较大、对，因为这个美玲的副秘书长啊，他昨天没有出席中常会，不在，你昨天不在现场，他昨天没有在上会。你是知道会发生这事吗？他不知道，不知道，对，不是纪联先跟你讲说，我要骂人了。没有，他其实我过去每一次参加中常会，这个纪副主席他是从来没有发言过的，是真的从来没有。所以昨天这一段说真的，我们也有吓一跳了哈。不过我先讲一下，就说刚刚有提到说，在前一天，其实我们的很多的委员接到很多的不同的电话哈，要这么讲啊，其实也不是什么交代啊、什么游说啊、干嘛等等，而是这个议题，因为隔一天，其实党团大会要讨论了嘛，哈，所以大家也都会互相讨论。那的确那一天呢，就说委员之间的彼此啊，哈，各方面大家也都讨论到很晚了哈。那8000亿有人在这个支持，那3800亿加 N 也有人支持，那大家其实是那天出席率是很高的，那也都提出很多不同的看法跟见解哈。可是我必须要这样讲，就是说，这一切我们自己的国民党党团其实是一个非常团结，有史以来我认为最团结的一个国民党党团。那这一次呢，不管哪一个数字，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一个终结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是要沟通出一个数字，然后呢有一个很好的论述，然后我们再一起对外。那这一次呢，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当然觉得不免让民进党去见缝插针，也不免让我们的支持者会觉得其实有点焦虑了啊。那不过我想，对于这个军购的部分呢，我们还是要回到最原始的精神，就是那这个钱出去以后，不管用哪一种方式，我们都是要确保第一个，这个军购的这个武器，其实买了它是会到的；第二个，买了是我们用得到的。那么第三个，也就是说，这个该花的、该用的，我们当然特别条例可以。那其余的部分，其实该用这个一般的公务预算，那就要用公务预算嘛。那我们也希望不要有过去我们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都可以来发包相关的军购，然后有很多钱不清不楚、不明不白。那我觉得还是把关了哦。不过我想在这个纪副主席的这一趴来讲哦，我想不管他的这个出发点跟当时为什么这样讲哦，其实我是觉得对韩国瑜来讲，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因为其实韩院长在立法院里面是得到我们大家很大的尊重，甚至于连我觉得民进党很多的委员也都觉得，其实韩院长上任以后到现在哦，真的是主持议事啊，力求公平哦。那不管是在宪法或者议事规则上面，我觉得他都是非常谨慎、非常严谨的在做。其实大家要知道，在立法院里面，韩院长的那个压力那是无比之大的哦，所以我想那天他发的那个脸书，其实我们看到以后，就我们大概都非常感同身受。其实韩院长是一个时时刻刻都为国家在努力的人。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讨论。好，昨天国民党的这个纪林联的副主席在中常会发标啊，说要开除韩国瑜党籍，因为他虽然他说他不会，他不相信他会卖党求荣，其实你那就不要讲这些话嘛，你讲这些话你就是质疑他嘛哈。来，国民党的大官文传会主委尹乃菁在这里，来请说。你们两个都是大官，
他比你大，他是副秘书长，我们只介绍是立委，他是副秘书长，他是国民党的副秘书长，很大的。对，而且这个主发会位阶很高，副秘书长很高。好，昨天的我还原昨天的情况，我真的是我当这个文传会主委以来啊，我的原则都这样。我不知道的，我就跟大家说不知道；我知道的部分呢，我绝对不会骗大家的哈。就是昨天的过程是这样子，我们的那个记者，我们的中常会，我们中常会呢，都是在主席讲话的时候呢，都是开放媒体直播的哈，开放媒体来采访的哈。那我们自己会架机这个直播。然后大约是在1点50分左右的时候，我们会让媒体进来架机哈。那我大概是在1点40分、45分左右上去哈，因为我们文传会呢最近呢聘了一位呢张吴越老师的弟子，好，非常优秀的一位研究生啊。那因为他身体比较不方便哈，所以说我就是因为他要轮椅进去嘛哈，所以我就比较早去看一下到底他的位置安排有没有妥当的时候呢？然后呢，季副主席呢就是在正比疾书哈，然后就是说在主席讲完话之后呢，季副主席呢要对这个军购案来谈话哈。那因为这个就牵涉到我们要请媒体，通常都是主席讲完话之后呢，媒体就要离开了。但是呢，昨天呢就变成是主席讲完话之后呢，季副主席呢要对军购案的事情讲话之后再请媒体离开。所以我整个理解的过程就是这样。所以当这个主席讲完话之后呢，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季副主席讲话的内容啊。所以当主席讲完话之后呢，季副主席讲话，哇，这个。然后这么的，就突然怎么这是要开除韩院长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其实主席也非常的惊讶，哈，郑丽文就非常惊讶，这样子看着这个季副主席，就将军这个话讲中了哈，但是因为郑丽文主席是坐着，他旁边是傅昆萁，然后站着的是季副主席，好，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个傅总召。他也觉得很惊讶，然后立刻起身，就是要克制季副主席的这个发言了哈。但是因为话就是讲出去了哈，话讲出去之后呢，当然就要做很多事后的这个说明啊、澄清啊。所以说，郑主席他也就是打电话给这个韩院长了啊，然后有表达就是这个季副主席的言论啦哈。就是不代表党中央的立场，他也很错愕，他也都完全不知情哈，所以说希望这个韩院长呢，这大家都是多年这个兄弟的情谊的份上不必挂怀，整个的过程就是如此。但是到现在为止，季凌年没有道歉哦，他没有道歉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还是国民党副主席哦。来，伟山，就说在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立场上面来讲，到目前为止啦哈。就是没有要去这个处分这个副主席或什么样的意思，就是希望说这件事情呢，在处理之后呢，大家呢都能够互相体谅哈，彼此之间他的言论实在是有点一时情绪哈，太过头了，感情丰富。对，到此为止啦。以后只要我们任何人讲错了，骂人都可以说，因为我感情太丰富了。因为呢，我们非常的知道，也非常的了解这个韩院长呢，他现在在这个国民党的具备的代表性，而且今天呢，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就像邵先生刚才讲的，一旦开除韩院长的党籍，国民党呢就不再具备有这个立法院席次的这样子的优势，这个姿势体大。不能开玩笑的，因为国民党跟民进党现在其实是52比51，你把韩国瑜开除，你就变成51，不然他可以递补了，可不可以递补？应该可以递补，可以递补，可是就要重选嘛。来，伟山，其实大家都能发表这个意见呐，所以韩院长的意见也是意见呐，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罪不至死啦，不需要去开除他。那当然，不管国民党中常会怎么吵，其实都不是重点，最后还是最后这张票怎么投下去，在立法院最后做出的决定到底是8000还是3500。但是民进党当然是希望可以过1兆2500。那因为我们的国防真的非常的重要，其实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战争学院在这个今年的4月份就有出一份这个中国的海事报告，他特别去
去研究这个中国的这个海岸啊，这基本上这个中国在这个沿海这个360公里处，在这个东南沿海的这个地方，基本上它是把它复刻台湾现在整个西海岸的状态，它在进行什么呢？在进行所谓的抢滩啊、登陆啊相关的一个演习操演，然后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方式，基本上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要进犯台湾。所以虽然这个习近平说2027年要有这个具备这个进犯台湾的这个能力，当然不见得是2027年，但台湾一定要做好准备，因为毕竟我们看到中国真的可能是玩真的，而且它也不断在增加它这个相关这个登陆啊、这个抢滩等等相关的这个物资或者是这个设备相关的这个升级，所以台湾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的国防的这个能力来加以提升，那才避免真的有一天中国要进犯台湾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足够的防卫能力，而且我们升高这个成本，中国也比较不敢来犯。那当然，我们看到现在美伊战争的过程当中，伊朗现在被攻击，也大大的拖慢了这个中国未来建设的速度，因为光这个石油的供给其实就有可能会断裂。好，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也许可以争取到更多时间，但时间并不等人。中华民国只有一个，台湾只有一个，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还是希望国民党真的可以支持这个民进党的版本，就是让这个最高的这个水平可以通过。赖宇轩。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要特别要讲清楚，民进党现在一直呢在强调要1.25兆，但是我要跟各位报告哦，国防部在一开始给我们这个立法委员所看到的这个资料里面，包含呢 N109A7的这个自走炮，其实当时的编的预算，他们自己的范围是在1375亿，可是到了4月呢，他给立法院的预算已经缩减到810亿，整整少了500亿。结果民进党到现在还要跟我们讲说，他要1.25兆整包要通过，就你们自己的这个编列的预算，你们自己都少了500亿，然后这500亿呢是被你们拿去做什么事？没有人知道。结果现在呢，要请了所有的这个在野党的立委们，要通通的来支持这个所谓国防预算，才叫做是要这个保卫国家这件事情。我从这个基副主席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还是希望说，在讨论军购上面呢，我们真的切记要小心，不要在这个监督的力道上面，因为不小心有一些纠纷在，然后就让民进党可以见缝插针，导致这个军购案失焦了之后呢，变成可以让民进党整包通过。对，我觉得在我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大乌龙的这个乱开炮了，我必须这样讲哦。所以呢，事实上大家如果去讨论到说呢，韩国瑜会不会因此被真的开除，我觉得这个事实上不可能发生，因为到目前为止你会发现呢，在昨天那个场景过了以后，除了纪凌连一个人到目前为止坚持他的话不道歉之外，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觉得他说的话的是对的啊。所以呢，就是说连国民党内如果说要见缝插针，代表说有些人觉得是韩国瑜的责任，我趁这机会要干掉韩国瑜。但目前我觉得看起来，不管是郑丽文自己，不管是刚才傅昆萁的这个表现，跟各位在场的这些国民党的，不管是立委啦、副秘书长啦、主委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来看，我就是纪凌连个人，我不晓得他是因为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讯息，让他特别觉得说，在这个军购的过程当中，韩国瑜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进这个8100亿的这种角色，或者是说呢，他有什么样的一个个人的情绪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来看的话呢，我觉得韩国瑜的反应反而让大家觉得说他相对来说是轻松的因为对他来说，他觉得呢，就是连郑丽文打电话给他说，你是来开除我的吗？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坦白讲，说公道话，站在媒体的角度去看他，我觉得韩国瑜就国民党内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版本，但是就韩国瑜处理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不止在国民党党内，他连在朝野之间，我都认为他扮演一个相当的是属于立法院院长该做的一个客观的角色。但是我要说的是，第一个，因为纪凌连这个话非同小可那尤其呢，韩国瑜在国民党内这个韩粉众多，而且的话，他目前的表现，我觉得某个程度来说，你踢错了马蜂窝，你就要道歉。所以我觉得纪凌连最基本的事情，他应该要道歉，他要跟韩国瑜道歉因为你讲话很重嘛你讲到什么卖友求荣嘛，讲到要大义灭亲卖党求荣，讲到他要大义灭亲等等，话是真的讲太重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基本上我认为是纪凌连个人必须要把他自己这个错误的认知，他可能必须要做个表态。但重点在于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反映出来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状态，就是刚才其实美玲讲到了国民党内这个立院党团是有史以来最团结的，因为经历过大罢免。但是我必须说，它凸显出一个党中央跟立院党团之间
出现了若干的裂缝，而这个裂缝其实对于目前的党中央来说，或者对于立法委员、立法党团来说，他都必须要去面对，因为那么多的版本，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版本的问题吗？你说不管是3800亿加 N， 或者这8100亿，在我看来，我觉得其实意思没有差太多，你加 N 再来一次发价说，可能就是8100亿了。那其实中间唯一的差别就是说呢，3800亿加 N。国民党的自主性高一点，就说我握在手上，你第二次发就发来，你内容我满不满意，有没有为了人民把关，我说了算。但8100就是我先给你这个部分，我先跟美国示好一点点，所以这部分看你要对美国友善一点点，还是要坚持你这个在野党的立场多一点点。但基本上来说，其实都保留这个部分的弹性，不至于到反美，不至于说没有要保卫台湾，不至于到卖台。好，但是重点就在于说，所以不是完完全版本的问题，而是谁要退一步的问题。是党中央要退，还是立院党团要退？那过去这段时间以来，我看郑丽文主席一直在讲说，我尊重党团决议，我就以为他知道这个中间有一些困难点，因为如果说你要对美国好一点点，坦白讲，对选举来说，刚刚也讲到，对选举来说的话呢，不管是什么柯志恩啦、江启臣都比较好做嘛啊，免得你又觉得有可能亲中的压力，又有这个反美的压力，所以是比较好做的。再来就一些比方2028年取得这个入场券，台湾其实有一些你还是得要去感受到，必须要去承担美国的压力啦啊，所以我觉得就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如果你因此而尊重党团的决议，党就要退，我觉得过去这段时间是这个样子。但我就觉得非常疑惑的是，你既然一路的都尊重党团决议了，为什么到最后可能要整个的一致对外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你要去游说立法委员们要支持党中央的决议了，支持3800亿加 N 了，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其实相当程度的反映出来的是党中央跟这个立院党团之间的协调能力，甚至是郑丽文在领导这个党，或者说对于立院党团的时候，他到底要怎么样去拿捏？因为一路打电话去叫大家去动员，或者说要这个纪凌莲出来讲话这件事情，而且开放让媒体来进行报道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党中央有操作的动作在里面。所以这部分当然你说他可能没有想到闹那么大，但是反映出来的部分确实是反映出来国民党内有一些不同的路线也好。派系也好，大家会从这个角度去见缝插针，也会回到刚才宜萱担心的，可能对于蓝白来说，共同对这个民进党来说，其实过去这段时间，我觉得蓝白赞助了一个在野党监督国会相关的一些政府一些军购预算的一个利基点，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搞得大家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了。好吧，基本上了哈，就是说，其实本来哈，有人说国民党什么3个太阳、4个太阳、5个太阳，其实都没有，这个没有跟那个无关的，这几个数字嘛。而且这个数字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那既然差不多意思，为什么不搞一个看起来最漂亮，然后呢，实质上又能够建设到国民党立场呢？那就是我的版本嘛，我的版本把朱立伦的这个意见、卢秀燕的意见，对不对？把这个郑丽文的意见，通通含在里面呢。那你非要坚持你那个3500，后来变成3800加 N， 你这个版本怎么出来的？我是问谁弄出来的？叫他出来跟我辩论呢？是哪一个聪明、哪个天才或哪个蠢蛋搞出来的？出来讲嘛。你明明你就讲说美国的发酵书我都通过，又让人家觉得说你在杯葛，你有天下有这么笨的人吗？有这么笨的党吗？对，我的版本很简单嘛。好，1兆2500亿扣掉在台湾购买的，因为在台湾之前有什么卖茶叶的也来包国防预算啊，搞装潢的也包国防预算，大家是很担心嘛，担心你会不会说这个国库通这个私库通党库，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国内的提出来，那就是8000多亿嘛。这8000多亿里面，不是还蓝圈讲还不对，不是通过，只是框列一个数字通过，不是给他钱呐，你给他的能动支的只有那110亿发价出来，那这不是符合郑丽文的意思吗？110亿我先让你动啊，其他冻结啊。国民党不是很喜欢搞冻结这一套吗？上次民进党大罢免，国民党不是说你们冻结一堆吗？那时候会冻结，之前不会冻结吗？我也是从国民党因为冻结来的，冻结不能动，第二批、第3批的发价书来，然后再审查，而不是就通过，还是要认真的审查哦。你认真审查才是一个国民党的这个职责嘛，对不对？所以国内的到变成这个年度预算，然后呢，这个其他发价书以外的8000亿或8100亿减掉110亿美金，剩下的冻结就没有让你动啊，你能动的只有110亿啊，那是不是郑丽文的立场吗？不是国民党的立场吗？你那个 N 是个什么东西啊？
省预算，我自己当立委、当议员那么多年，你们当立委有这个 N 在里面的吗？有省一个 N 吗？预算一定要确实的数字，没有这不确定的数字嘛。所以我就讲说，哪个天才天马行空想出来的呢？第三个，这个蓝轩刚说，季立言昨天讲话背后可能有人安排，我不知道。如果有人背后的人出来讲，你为什么要安排他出来讲这话？如果没有人，那季立言自己只有2条路，一个就是开除他党籍，一个就是取消这个副主席的资格，没有什么其他路。而且到现在为止还不知悔改，不知认错，不肯道歉。他昨天还在里面骂我，说我是亲美，我亲什么美啊？我告诉你，季副主席，我既不亲美，也不亲中，我亲台湾，我亲中华民国。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李树川现在正式被蓝白推举作为新北市的市长的候选人。然后呢，他今天争取汽车货运业支持。他说呢，我的专业就是让新北路平、灯亮、水沟通，因为这对开车人蛮重要的，路要平啊，蛮重要的哈。那这个郑丽文说，李树川的对手资源很丰沛，所以这是一个不对称战争，是不能大意。但是我们对川普有信心，也对新北市有信心啊。那昨天那个民调出来以后，因为他们是很严谨的民调，而且是分层民调。要做到那个年龄结构等等的这个样本数，所以很不容易，所以搞了5天嘛，那而且手机民调反而大反转，所以呢，李树川赢了这个苏巧慧，而且赢了15%，所以很打脸侧翼，因为侧翼是说李树川太老啦，李树川怎样啊，这样那样哈。那另外呢，江一珍是国民党发言人，就用民调数字来反驳，说呢不要再造谣了因为他们用了一个这个。美丽岛这个民调了美丽岛民调大概没有做到这么细的，一般民调不会做到这么细的，因为做到是很花时间、很花钱的那另外呢，黄国昌本来他们民调是不公布内容的，但黄国昌为什么要公布？所以呢，黄国昌意思说呢，要打破这个苏巧慧的这个选战策略因为就是说表示告诉你，其实原来民调说李树川只赢1%嘛，说其实不值得，特别是年轻人那另外呢，青鸟。绿营的侧翼就骂李树川叫做臭老那李树川说，重点是为年轻人留下什么，毕竟我老嘛，而且呢，我常下工地那所以为什么他晒的？为什么常常晒？台湾的旅行团只要去国外，那打起伞来，人家都知道是台湾的，就怕晒太阳。但他常工地，他一定要晒啊，晒了以后，这个脸上皮肤大概就看起来比较粗啊。结果网友才说说李树川老，他跟赖清德只差1岁耶，赖清德67岁，李树川68岁，只差1岁而且当时苏贞昌去选这个台北县的时候，年纪还比李树川还大2岁，所以就讲他老那另外呢，柯文哲原来呢法官求刑28年6个月，那检察官法官判17年，检察官今天最后一天压线上诉了。到看上诉结果会怎么样还不知道，我们看一下。我们不可以大意，不可以小看我们的对手，毕竟对方也是来势汹汹，丰沛的家族资源、丰沛的国家资源做他们的后盾，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但是我们对川普有信心，也对新北市有信心。好吧，大家都很惊讶，说大1岁，赖清德67，李树川68了。这个赖清德1959年生，李树川1958年生了。来，你们这个柯文哲这样，检察官上诉了，你们怎么办？我觉得先回应一下，就是说这个民调的公布其实这也扣连了柯文哲现在面对到的司法上面的官司。其实我们也借由这次的民调可以看得出来，就算民进党用集体，不管是从司法呀、党政、媒体的这种攻击，对于民众党的打压，从这个民调上面来看，在黄国昌在新北市，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持的这个数量所以这些支持者呢，我们还是要非常的感谢。也就是说，在这一次上面这个民调上，除了凸显说这个民众党还是能够在新北市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比例的时候呢，其实这对于未来蓝白之间整合在新北市里面，我们的确可以突破一些过去
一直说好像这个苏巧慧已经超车的这种想法。那另外呢，这个跟柯文哲有关的这个检察官今天最后终于上诉了。我看他上诉的理由还是纠结在那个 Excel 工作部，他们还是执着在说这个1500是有金钱的来源的哈。那他们的理由说是因为黄珊珊讲过小审已经给过了，但是这个呢，在一审的这个判决里面，法官其实是认定说这所谓黄珊珊讲过150已经给过了，它其实是这个210万啊，所以呢，法官才会以此来认定说这政治现金是汇款。所以检察官这样的上诉的这个做法呢，其实我觉得未来2审还有很多可以辩论的空间。赖文山。我是觉得那个记者会看起来这个气氛并没有说真的很融洽，好像李四川本人很想要跟这个黄国昌进行合体，因为其实就我们都知道，过去21年在4次的这个地方选举里面，其实国民党基本上就是已经是碾压绿营的过程嘛。那所以其实蓝营可以单独就过半的状况之下，板块其实都够。其实到底要不要跟一个目前还有这个司法缠身的这样的政党做一个互动，或者是做一个合体，那我觉得这他们可能应该要做一个考量啦。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民党在这个新北市基本上小鸡也是提好提满，议员其实也没有让给民众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就可以猜得出来，其实蓝营并没有特别想要跟白营，至少是在新北市的这一局做一个合作啦。那我们看到川博当然还是持续在跑啦，不过看起来这个整个的选情大概都还在组建他的团队。那当然，因为他启动的比较晚，所以当然他在整个行程的这个数目比较少，其实大概也是合理的状况啦。陈美玲。我觉得民进党的选举啊，如果不挑拨离间啊，不抹黑啦，不找网军啦，不做这些，其实他们就真的不会选举。我们光看到，其实他们对川博，其实中间的抹黑啦，然后找网军啊，然后还有一个很夸张，用那个 AI 去生成说川博都是刺青啊等等啊。我觉得现在已经真的是越来越没有那个底线了。不过呢，我觉得今天郑丽文主席提醒的不只是这个新北市我想川博今天在选，绝对不是只有跟苏巧慧或者是朱生昌在选，是在跟整个民进党政府在选，因为他们资源真的非常非常的丰沛不要讲什么啦，光那个黄世杰刚提名第二天赖清德就带他到桃园去跑行程了嘛，所以我们知道，不管是陪着跑行程啦、下资源啦等等我觉得其实国民党在这局的选举都很辛苦。不过呢，我觉得。本来我们说这一次这个川博的民调是不公布的，但黄国昌愿意公布那我认为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象征。第一个他很大气，第二个就是蓝白合愿意一起来破除民进党在这个民调上面做一些挑拨啦、做手脚这就是蓝白会合其实一个很棒的一个前提啦。不过我觉得我们给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就是民进党给这个选将的资源真的很丰沛你知道吗？像今年呢，我跟这个卓院长说，我们的桃园铁路地下化有一笔要变更预算的一个经费那同一天跟苏巧慧同一天提然后他回答我说，因为财划法的关系，所以我们没办法核定桃园铁路地下化的变更追加。但一周后，苏巧慧的万大捷运线就核定了，不但核定了，而且呢，这个比例还增加。当然，我觉得对地方是好事，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觉得对他们候选人有帮助的时候，其实他们资源就会一直下。南轩。我是觉得黄国昌真的是很大气啦那就是说，而且他这代表不是他自己而已嘛，他目前还是民众党党主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去看他的话呢，基于这个民调的内容，而且过去当初呢蓝白撕破脸，也就是因为民调的关系，所以显然这个民调本身已经不断的更精进了而且可以做到用年龄去分层，我也觉得很不简单。所以其实某个程度来说，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可能也真的要去思考，不要再去用年龄去划分人当初柯文哲阿伯这种年轻票多少你想吓得不得了，不是吗？那今天李四川同样也是一个阿伯，但是他至少他在整个的工程上，在整个的一些踏踏实实的，我看在网络上面很多他的一些漫画样子都很可爱都是很酷手的、很漫画型的样子。赖清德也是阿伯了，对，这种年龄看也是阿伯。民进党就是青鸟侧翼只剩下这一点可以来笑这个川博，你就知道他们多么怕川博这个超。